我之前嘅 video 有分享過，心臟病嘅真正原因係慢性炎症。咁除咗心臟病之外，其他嘅慢性疾病包括腦中風、過敏、糖尿病、高血壓、代謝病、老年失智症、癌症等等，都係慢性炎症而引起嘅。所以慢性炎症被稱為百病之源，現代人嘅隱形殺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hn Health Coach，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正因為慢性炎症有咁大嘅殺傷力，今日我會分享10個方法，點樣去降低身體嘅炎症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咩係炎症。炎症反應俗稱發炎，係當你身體嘅免疫系統透過發炎過程嚟對抗外來嘅病毒、細菌、受損嘅細胞同埋組織。咁炎症咧又分為急性同埋慢性。急性發炎嘅症狀就係發燒啊、痛啊、紅啊、腫啊，嗰啲係好明顯見到嘅。而慢性炎症咧就係身體有輕微而持續嘅炎症反應，係一啲都唔明顯，但係由於炎症不停嘅 turn on， 慢慢地連健康嘅細胞、組織、器官，連 DNA 都會被受損害。由於呢個症狀係好輕微、唔覺嘅，日夜累積，所以慢性炎症被稱為百病之源。咁我而家就分享10個方法可以幫你減少炎症。第一，減少用高歐米伽6嘅植物油，呢個我喺我 channel 講咗好多次啦。呢啲油就包括葵花籽油、大豆油、菩提子油、米糠油等等，佢哋全部會令到我哋體內嘅歐米伽6同埋歐米伽3失衡，咁咧就會促進發炎啦。可以用有抗炎作用嘅特級初榨橄欖油或者椰子油，尤其含量大量嘅 polyphenols 嘅特級初榨橄欖油，喺出邊食嘢真係好難避免嘅，所以我屋企用嘅油咧就一定係要特級初榨橄欖油或者椰子油。第二，減少精製碳水化合物、糖分同埋加工食品。第三就係飲少啲酒。第四就係要多食高抗氧化嘅食物，例如水果、蔬菜、綠茶、黑朱古力。第五，湧入高抗炎嘅食材喺你煮食中，例如薑、薑黃、蒜頭、肉桂、rosemary， 呢啲全部都有高抗炎作用嘅食物嚟嘅。第六咧就係增加歐米伽3嘅攝取量。歐米伽3同歐米伽6就係反轉嘅，歐米伽3有抗炎功效。如果想知道更多點樣揀魚油嘅話，可以睇下呢個 video。我所分享嘅1至6係有關改變你嘅飲食，然後第7至第10係好多人會睇少嘅，就係改變生活方式。Dr. Malhotra 一位頂級心臟病專家話，千祈冇忽略生活方式，因為80% 嘅心臟病與環境同埋生活方式有關。呢位醫生好大膽地揭露控制膽固醇嘅水平係一個大騙局，而我哋一般對膽固醇嘅認知都係錯嘅，甚至去挑戰製藥行業所出嘅降膽固醇藥嘅數據。第7就係運動，運動好重要，運動本身就可以降低胰島素抵抗，令到你嘅細胞對胰島素更加敏感。當你細胞對胰島素更敏感嘅時候，你身體就唔需要製造咁多嘅胰島素，將血糖維持正常範圍。咁當血糖同胰島素喺血管逗留嘅時間越短，心血管嘅內壁嘅損害就會變到更少啦。但係咧，大家一聽到運動就第一時間諗到要去做 gym， 要跑好多公里。世界上最長壽嘅人同埋好低心臟病案例嘅地方都係唔做 gym 或者跑馬拉松嘅，佢哋只不過係活動量高，過住好活躍嘅生活。所以運動唔需要好花巧嘅嘢，連最簡單嘅快步 brisk walk 每週5次，每次做30分鐘，都比起唔活躍嘅人壽命長3至4年。第8就係停止吸煙，食煙嘅人死於心臟病嘅可能性比起冇食煙嘅人高4倍。第9就係睡眠，唔單止係睡眠嘅時間啦，睡眠嘅質素一樣咁重要。最好係瞓覺前嘅半個鐘就唔睇熒幕啦，包括電視、電話同埋電腦。尤其係夜晚咧，要減少眼對藍光嘅 exposure， 身體先可以製造更多嘅褪黑激素嚟提升睡眠質素。第10就係壓力管理，壓力咧係最俾人忽略嘅。你應該聽過有工作狂返工嘅時候心臟病發作死。當身體持續喺高壓力嘅情況，就會令到身體成日都係一個 fight or flight response。然後就產生好多自由基，令到身體發炎。研究已經顯示咗炎症同心血管疾病、代謝病甚至癌症都有關。壓力咧唔僅係工作壓力喎，冇管理好嘅情緒，例如焦慮、抑鬱、憤怒、悲哀，對我哋身體都係一種壓力。所以學習點樣去舒緩壓力係好重要，但係亦好多人會忽略嘅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 topic， 有機會嘅話我會再詳細分析。咁呢10個係我今日分享俾大家點樣去改善炎症嘅方法。如果你覺得呢
個 video 有幫到你嘅話，就記得分享出去。我喺呢個 video 有分享飽和脂肪同埋膽固醇唔係心臟病嘅罪魁禍首。如果你仲係因為怕塞血管而唔敢食雞皮，或者覺得植物黃油係好過牛油嘅話，咁你就要睇呢條片啦。而呢條片咧又講關於膽固醇嘅重要性。膽固醇其實唔係嚟塞我哋血管嘅，佢對我哋身體有好多好重要嘅用途。夾硬要減低膽固醇反而有生命危險。我擔保你睇咗呢兩條片之後，你會對飽和脂肪同埋膽固醇改觀。多謝大家睇呢個 video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我哋喺下個 video 見啦，拜拜。